我娘是天下第一美人，被皇帝看上，掳进了宫。我整日以泪洗面，皇帝大手一挥，让太子来安慰我。素有暴虐之名的太子哄了我3天也没能哄好我，崩溃地问我：姑父有四海，你想要什么？姑都可以给你。我哽咽地说：我想我娘了。太子咬牙切齿：好，从今天起，姑就是你的娘亲。1月后，我在太子的寝宫惊醒，听见太子摔了奏折，对来人气急败坏地咆哮：你来干什么？姑好不容易才把他哄睡着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娘是天下第一美人，英年早婚，嫁的良人，但我爹死得早，我娘悲痛欲绝，带我离开了京城这个伤心的。10年后，我已到了说亲的年纪，她于是又带着我搬回京城，托外祖母帮我说一门好亲事。但万万没有想到，我娘比我先嫁了出去。那天，她亲自去马前街给我买爱吃的点心，正巧微服私访的皇帝对她一见钟情，死缠烂打，并一掷千金买下整条街的点心，成功收买了我。皇帝温和儒雅，气质不凡，又在独自带娃方面跟我娘很有共同语言，不足3月，我娘便答应了他的追求。但到了谈婚论嫁那天，我们才方知他就是当今圣上。我娘表情马上就变了，从角落里扒拉出我爹满是灰尘的牌位，坚毅地表示此生都要为亡夫守节。我当即放下手上的点心，开始撒泼打滚，抱着我娘的腿哭嚎：娘，没有你我怎么活啊？你带我走吧。皇帝人都傻了，不明白为什么我昨天还甜甜地叫他新登，今天就变狗登了。但他没想过，我娘要是嫁给他，往后的余生就被锁在那个深不见底的紫禁城了。我们家一直以为他只是个平平无奇的狗大户，昨晚我娘还掰着手指算他死后能给我报多少金币，能不能给我凑足8台嫁妆，但要是新爹是皇帝，总不可能给我报个皇位吧。天下皆知，元后早逝，只留下一个太子，其他皇子再出众也没一个能动摇太子的位置。我不想一辈子见不到我娘，不想她再也看不见紫禁城外的风景，任多少奇珍异宝如流水般送进我的房间，也毫不松口。经营叩门失败后，紧接着就是丞相上门以礼相请，亲戚朋友连番劝说，就连最为桀骜的太子也被皇帝按着上门，乖乖叫了我娘一声容易。京城都在传皇帝爱极了我娘，但只有我知道，我娘的脸色一天比一天差，表情也越来越悲伤。那天他让我去舅舅家玩，等我回来，就得知他被皇帝强行带进了宫，当天就被封了贵妃。我恨得牙都要咬烂了。狗皇帝大概是心虚，封我为玉溪公主，以示真爱。但册封大典上，我娘根本没给他好脸色，一句话也没跟他说，全程挎着一张臭脸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又死丈夫了。我刚跟我娘对上视线，就开始爆哭，哭出节奏，哭出旋律，哭出风格。乐师吹唢呐都快把肺吹破了，也没能盖过我动词打次的哭声。皇帝尴尬得手，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，猛地推了一把太子：阿玉，你看你妹妹高兴的都哭了，还不快去安慰她？太子不可置信地回头看他爹一眼，满脸的求你做人吧。但他从出生到现在也没干过安慰人的活，直挺挺地站在我身边，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。好半天，我听他冷冰冰地说：别哭了。我抽抽鼻子，我难过。他：别难过。好想死啊。别死。我被太子安慰人的能力给震惊了。我泪眼朦胧地抬眼看他：你就这个水平吗？太子被我激怒了：那怎样你才能不哭？我说：把你爹杀了。我马上改口，或者给我一个宽阔的臂膀。太子的眉头又展开了，抬手将帕子递到我面前，我闪电般抓起他的袖子，狠狠地擦了擦鼻涕。太子发出尖锐报鸣声，我拍拍他的肩膀走了。别难过。一走出紫禁城，我又开始泪如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，力图让文武百官、满城百姓都看到狗皇帝伤害了我这个脆弱的小女孩。皇帝新婚3日都没能进贵妃的殿门，早朝时又差点被百官的唾沫给淹死。终于受不了了，大手一挥，派太子来安慰我。太子今天没穿往日宽大的衣袍，而是窄小的箭袖。要不是会被御史弹劾，他可能连箭袖都不想穿，就穿一条短袖，然后在2条胳膊上涂满辣椒油。
他一来就跟我谈判，唐小希，我理解你的感受。我打断他，你理解个屁！改嫁的又不是你爹，你还多了个娘呢，美的你！太子脸色铁青，那你到底想怎样？我开始酝酿眼泪，我想每天都能见到我娘。太子松了口气，父皇封你为公主，你可以入宫陪你娘，直到出嫁那天。我勃然大怒，那我岂不是也被囚禁在紫禁城了吗？我要自由。那你住在宫外的公主府，我想每天都能见到我娘。这套对话重复进行了3、4次，太子被复读机气得深呼吸，站起来打了一套军体拳才坐下。他威逼利诱，我嚎啕大哭。他好言相劝，我梨花带雨。太子嘴巴都要说干了，累得脸色苍白，双眼无神，我却越哭越精神。最后他崩溃了，问我，姑父有四海，你想要什么？姑都可以给你。我叹了口气，指了指夜空。殿下您看，天上的星星不说话。我哽咽着说，地上的小溪想妈妈。太子沉默了，尤其是在我问他殿下您就不想妈妈的时候，他终于破防，和我一起抱头痛哭。望着太子痛苦而脆弱的眼神，我默默地把一句不好意思我忘了你没妈妈给咽了回去。哭完后，太子咬牙切齿地说，别哭了，从今天起姑就是你的娘亲。我惊呆了，赫连玉这是不修王道改修娘道，决定母仪天下了。在一个寂静的夜晚，我直挺挺地躺在床上，听赫连玉给我念道德经。就因为我多嘴说了一句，小时候我娘每天都会给我讲故事，哄我睡觉，赫连玉便眼睛放光地翻出了他的旧书，没念几句，我上下眼皮就开始打架。赫连玉大概是第一次做母亲，没有经验，读着读着还时不时考我。执大象，天下往，往而不害，安平泰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睁着一双清澈而愚蠢的大眼睛，答道，抱着大象去环游世界，往往不会害怕，天下就太平了。赫连玉倒吸一口冷气，是姑小看你了。他又猛地翻了几页，指着内行天下有道，却走马以粪。天下无道，戎马生于郊。问我这句呢？我困得几乎看不清字了，恍恍惚惚地回答，有路却被马粪填满了，没路就把戎马生在郊外。赫连玉震惊得连手上的书掉了都不知道，自言自语道，天啊，难道他真的是弱智？我已经闭上眼睛安详地入睡了，却被赫连玉猛地一拍桌子给惊醒。他被我刺激得根本坐不住，在房间里来回走，然后冲过来把我摇醒。别睡了，你这个年纪是怎么睡得着觉的？先把道德经背一遍，姑再跟你讲释义。赫连玉，你真是我活娘，熬背，谁能熬得过你啊？拉着我念了半宿书，赫连玉才想起来今晚的任务是哄我睡觉。他不好意思地问，唐小希，以前你娘给你讲故事用的是哪本书？我立马支棱起来，从枕头下拿出一本《清纯寡妇俏书生》塞到赫连玉手上。赫连玉浑身僵硬，捧着这本书像是捧着一个烫手山芋，这成何体统？我不耐烦地说，快念，我娘就会给我念书。赫连玉只能磕磕巴巴地开始读，里面的内容读得他都汗流浃背了。这回我们攻守一行，我闭着眼睛，但精神焕发，赫连玉越念声音却越小，困得直打哈欠。可能是看我闭上眼睛就以为我睡着了，赫连玉刚站起来准备走，我突然睁开眼睛，怎么不念了？赫连玉魂飞魄散，不得不又坐下了。虚弱而机械般的念书声又重新响了起来。第二天早上，眼睛通红的赫连玉艰难地爬起来上早朝。面对掌印太监的质疑，赫连玉下意识地说，奴家呸，姑昨晚失眠，故而起得晚了些，可要奴才去叫醒玉溪公主。隔着殿门我都能听见赫连玉的咆哮，你疯了吧？姑好不容易才把她哄睡着，传令下去，谁要是吵醒了玉溪公主，姑诛她9族。我打了个哈欠，翻身继续睡了。赫连玉下了早朝回来，我还在梦会周公，直到一个太监冲到寝宫内通报，殿下，叶小姐求见。我猛然惊醒，第一反应就是找妈妈。赫连玉正在一旁的书桌边轻手轻脚地批奏折，跟我对上视线的那一瞬间，我在他眼底看见了一整晚熬鹰的恐惧。咔嚓一声，赫连玉硬生生折断了毛笔，无故擅闯，拖下去斩了。
我立马坐起来，别啊！我娘很温柔的，连只鸡都不敢杀。赫连玉犹豫了一下说，但是姑已经杀了他的鸡了。我还思考了半天才反应过来，艰难地说，我还是个孩子，我才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赫连玉的目光落在我枕头下另一本霸道女帝和她的落跑娇夫上，我连忙穿好衣服爬起来，催她，不是说有个叶小姐找你吗？别让人家等急了。毕竟我也很好奇，赫连玉的暴虐名声，京城百姓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怎么还会有女孩子主动找她？殿前站着一个身材娉婷的女子，见赫连玉亲自出来迎接她，女子露出欣喜的笑容。结果就看见像小鸡跟着鸡妈妈的我，笑容立刻就僵住了。殿下，他是谁？妈，他谁呀？赫连玉答道，她是叶太傅之女叶琳琅，父皇为姑选定的未来太子妃。琳琅，这是陛下亲封的玉熙公主，你把她当成自家侄女就行。然后她轻轻推了我一把，我感到一阵推背感，身不由己地往前走了2步，下意识地张嘴，叶姨好。叶琳琅脸上表情变换数次，对我们乱糟糟的关系大受震撼，混乱地说，小溪又长高了，我小时候还抱过你呢。据我所知，叶太傅的女儿就比我大1岁，我们小时候还一起玩过。如果抱过我指的是抱摔的话，那他还真抱过我。10年未见，没想到辈分都变了。赫连玉问，你找姑何事？叶琳琅回神，明日我家开赏花宴，请殿下赏脸。赫连玉的神情肉眼可见的变得轻松了，姑没空，你带小溪去玩吧，看好她，别让她吃什么乱七八糟的零食。叶琳琅抽抽嘴角，似乎想说你当我家开的托儿所啊，但又忍住了。他离开后，我陷入沉思。我记得叶琳琅小时候是我们那条街一霸，胳膊比我大腿还粗，脾气暴躁，举止癫狂，还抢走了我1整年的小鱼干。要是让她成为太子妃，我以后还有好日子过。想到这里，我抓住赫连玉的衣袖，瑟瑟发抖。他和你成亲之后，不会虐待我吧？赫连玉一愣，陷入沉思。这一日，全京城的世家贵女几乎都来了叶家的赏花宴。在他们眼中，我不过是个女凭母贵的小可怜，靠着和叶琳琅的幼时情分才得了个座位。圈子不同，不必强融。我身前摆着一张小桌几，上面铺满了各式各样的小鱼干，他们在那边风花雪月，我在这边吃得津津有味。香味传到了贵女们那边，户部尚书之女林淼正姿态风雅地点评着一株牡丹。这株墨兰艳而不俗，香味淡雅，有种。怎么有种余味？他爹的，到底什么味道这么像？他咽了咽口水，目光扫视一圈，最后落到了我身上。一时间，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我。我茫然地抬头，拿着小鱼干的手停在半空中，不知道该吃还是该放下。你们要吗？林淼气笑了，玉熙公主真是行事粗野，不知礼数。赏花宴如此风雅之地，你在这大快朵颐，岂不是牛角牡丹？另一位国公家的小姐抱着手臂冷笑，果然是小地方来的野丫头。难道贵妃以为上了龙床便好，无需再教女儿规矩了吗？我呆呆地看着他们，后槽牙一用力，小鱼干在我口中拦腰而断。那些人以为我吓呆了，其中一个捧着一小盆牡丹，摇曳生姿地走到我面前轻笑。玉熙殿下，您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谅你也认不出，这是千金难得的玉芙蓉。话还没说完，我就如猛虎扑食般窜了出去，一口把那朵花啃烂。那姑娘吓得花容失色，连忙松手。林淼尖叫道，你疯了吗？这朵玉芙蓉可是花了我1000两白银。她冲上来想扇我，被我操起硬邦邦的小鱼干堵了嘴。又是在叶琳琅手下丰富的挨打经历，让我飞快地放倒了他。几秒之后，地上躺了一地的人。叶琳琅回来的时候，根本不敢相信这是他家那个精致华丽的后花园。他阴沉地问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所有人都低下头不敢看他。我弱弱地解释，你信我，刚才来了一阵龙卷风。其他人猛点头。叶琳琅捏紧拳头，花泥，我负隅顽抗，被鱼吃了。那鱼呢？被我吃了。唐小希，你是不是把我当傻子？见事情败露，我一指披头散发的林淼，都是他指使的，他让我嚼牡丹。林淼差点气疯，我说的明明是牛角牡丹。谁让你嚼牡丹了？
你就说这3个字，你说没说吧？眼看着叶琳琅的脸色越来越黑，一步步向我逼近，那一刻，人类终于回想起了曾经一度被他所支配的恐惧。我闭上眼，扯着嗓子大喊起来：妈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赫连玉瞬移般出现在了连廊上。赫连玉凤眼微眯，目光扫过一片狼藉的后花园，灰头土脸的贵女们以及满脸委屈的我。出门前，赫连玉给我扎的小辫子已经乱成一团，我的脸颊上还沾着泥，浑身都是凌乱的花瓣，足以让每一个母亲血压升高。赫连玉的脸色比鬼还可怕，我是第一次见到他生气起来的样子，终于理解了为何那些官员为他如虎。他看着叶琳琅，眉眼阴翳，冷冷道：叶小姐，我家小希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好好的，为什么现在满身都是泥？脖子上还被划了一道口子，你就是这样看孩子的？我摸摸脖颈，才发现原来刚才打架的时候不小心被蔷薇花刺划了一道小口子。叶琳琅被问得心虚气短，尴尬地解释：太子殿下，我们叶家的后花园每周都有花农打理的，但花刺也不可能完全磨掉，被花刺划到一下也是正常的。赫连玉拧眉，那为什么没有划到别人？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像我那样正面闯进蔷薇花丛吧。如果赫连玉能把林淼翻个身，就能看到他现在屁股上全是刺。林淼不服气地问：殿下，您何必这么大阵仗兴师问罪？您在自家后花园就没被花刺划到过吗？赫连玉更生气了，没刺到你，你肯定不心疼啊。林淼确实不会心疼，因为刺到的是他屁股，他屁股疼。叶琳琅想要解释几句，刚张嘴就被赫连玉打断了。叶小姐，以后这个活动我家孩子就不参加了，我们小希以前是特别乐观的，结果现在一动不动也不理人，仔细一看原来是哭了。听到这句话，我马上不敢动了，刚默默吃到一半的小鱼干卡在喉咙里，难受的我眼泛泪光，我哽咽地点了点头。你明显是针对我们家小希了吧？就因为他小时候不想跟你玩，怎么我们家孩子去个赏花宴就受委屈了呢？天杀的，姑要把你九族抓进去！赫连玉越说越气，我连忙拉住他，算了算了，殿下，你这就有点极端了。回去之后他还在逼逼叨叨。叶琳琅平日里看起来还挺靠谱的，没想到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。姑怎么能让这种人来当太子妃？以后别跟这种人玩了。好沉重的母爱，我要窒息了。让你当我娘，没让你超越我娘。一开始我只是想找个理由住进宫里，便随手助力赫连玉成为男妈妈的梦想。我还想过赫连玉再离谱能离谱到哪里去，但我没想到他离谱到上朝的时候都在打毛衣。宫里的人都被赫连玉折磨得快疯了，除了我，首当其冲的就是皇帝。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龙袍被偷了，以为是太子想篡位，就没敢声张。结果第二天早上，龙袍又好端端的被送了回来，就是上面多了8个斗。赫连玉骄傲地说，这是他一针一线缝的，左边的放国库钥匙，右边的放传国玉玺和虎符，袖子里的都可以藏短剑，攻守兼备，天才之作。皇帝差点气疯，因为他不得不穿着8个带子的龙袍去上早朝。上着上着，有个都突然破了，掉出一条活鲫鱼，从御阶上一路蹦到乾清宫门口。赫连玉解释道，他昨晚做饭的时候找不到围裙，就穿了龙袍，随手把鱼揣兜里忘了拿出来，现在他想起来了，右边还有一个兜里放了2条泥鳅。皇帝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捂着胸口大喘气，掏了8个兜也没掏到救命的安神药。满朝文武早朝也不上了，手忙脚乱地抓了一个上午的鱼。皇帝大怒，把赫连玉贬到上书房，重新学一遍怎么当太子。没过多久，老太傅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找皇帝哭诉，太子严重破坏课堂秩序，他老人家活了大半辈子都没见过这么颠的太子。文化课上，赫连玉拿出自己的呕心沥血之作，一本难得，一本娘道，给弟弟们灌输男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。骑射课上，他又从隔壁抢走了公主们的针线，教弟弟们绣花、做饭，给坐骑编辫子。皇子们兴奋地来到膳房洗手做羹汤，几盘菜端上来，躺下去3个，轰动整个太医院。这个时候我们公主在做什么呢？我们骑在满头辫子的战马上，
被赫连玉甩着马鞭狂追，谁跑慢了就得挨一鞭子。赫连玉这个颠公还在身后激情澎湃地大喊：旷生，妈是野人，奔跑吧！去过不受定义的人生。真是疯了，我明明只是对他感叹了一声妈妈，人生是旷野，就被赫连玉当成一匹野马追着跑。教场上，公主们如野牛冲撞，策马狂奔，另一边的树荫下，皇子们低头穿针引线，岁月静好。很喜欢皇帝的一句话啊。皇帝决定给赫连玉找个事做，他把赫连玉叫到身前，和蔼可亲地说：玉儿，小希已到了出嫁的年纪，朕与贵妃决定把择婿的事情交给你，你一定不会让朕失望的吧？赫连玉一愣，当然了，父皇，您就等我的坏消息吧。赫连玉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为我择婿的事业当中。当天，他就把京城所有16岁以上、30岁以下未婚的官员之子全抓进了监狱。第一天，他放了一批家中母亲尚在的，怕我嫁过去后会被婆婆欺负。第二天，他又放了一批有通房和侍妾的，冷冷地训斥他们，贞洁才是男人最好的嫁妆。然后是长相，鼻头上了一颗痣，婚后容易出轨，刷掉。学识，考进士考了3次，没用的东西，刷掉。品行，随地乱扔垃圾，没公德心，刷掉。家境，家里只有2间破茅屋，嫁过去受罪，我刷刷刷。最后，赫连玉一个人孤独地站在狱中，才发现不知不觉他已经把人都放光了。赫连玉没有反思是不是他的标准过高了，他只觉得这些官宦子弟过于骄纵，于是把目光放到了民间。一时间，京城所有觉得自己长得好看的男人都很紧张，连巷口卖糕点的王二麻子都很担心自己被选上。那天，我与叶琳琅在茶楼里唠嗑，遇见满大街抓年轻男人的赫连玉。他在我对面坐下，惆怅地问：这世上的好男人都死光了吗？叶琳琅不动声色地提醒他：殿下，这不是还有一个样样都符合的吗？哪儿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赫连玉突然眼前一亮，我以为他终于开窍了，却没想到他的目光越过我，直直地看向了我身后。新榜状元陆明熙，没错，他确实样样都符合，就他了。叶琳琅脸色骤变，什么？太子殿下，你要不再考虑一下？陆公子他不合适。怎么不合适了？姑看他合适得很，这事就这样定了。赫连玉立即起身向陆明熙那边走去，叶琳琅扑上来，抓着我的肩膀猛烈摇晃，快说你们不合适，不然我揍你。放心，我怎么会抢姐妹看上的男人呢？话还没说完，不知赫连玉跟陆明熙说了什么，他转过来对我温柔一笑，眉眼动人。其实也不是不行，我色迷心窍地说，恰好过几日就是上元节，我和陆明熙约好出去看花灯。满街的灯火人潮，热闹非凡，我们相谈甚欢，但走在街上，我总感觉有人在跟踪我们。从小到大，我的第6感一直都很准，能轻易地分辨出别人看我的眼神是善意还是恶意，这次也不例外。这个跟踪者藏得很好，而且现在满大街都是提着灯戴着面具的少年少女，根本找不出是谁在跟踪我们。但我发现，只要我一靠近陆明熙，那道目光便变得异常强烈。我故意踮起脚尖给陆明熙戴上面具，就感觉后背一阵幻痛，火辣辣的疼。这下是叶琳琅没跑了。我环顾四周，前边是一棵巨大的灯树，两侧是一些小贩，挨着耍杂技的和舞狮的。来来往往的人里没一个像叶琳琅的，他总不可能藏在灯树里吧？我悄悄地跟陆明熙说叶琳琅在跟踪我们，请他帮忙演一场戏。陆明熙道：玉熙殿下，我觉得叶小姐不是这种人，她怎么可能会跟踪我们呢？舞狮的跟抽风似的开始狂喜乱舞，我不动声色地拉着陆明熙走过去，佯装生气。你是不知道，叶琳琅就是这样的人。他小时候老抢我的小鱼干，不给他就打我，前几天他还掐我呢。无人应答。我灵机一动，为什么我小时候打不过他呢？因为叶琳琅是我们那条街最胖的，才7岁就有60斤了，59斤8两。旁边的狮头里突然传出一个尖叫的声音，我和陆明熙都沉默了。叶琳琅摘下巨大的狮子头往地上一扔，愤怒地说：不就是抢了你几条小鱼干，至于这么说我吗？再也不理你了。他气冲冲地离开了，我松了口气，
走到旁边买了一串糖葫芦，先咬了一颗，然后笑眯眯地递给陆明熙，总算走了，剩下的你吃吧。卖糖葫芦串的大爷抱着手臂把我们上下打量一遍，冷嘲热讽道：看着都人模狗样的，连2根糖葫芦都买不起。陆明熙刚要接过来，闻言立即婉拒：殿下，这与理不合。我把糖葫芦递到他嘴边，满不在乎地说：反正你是太子殿下给我挑的驸马，跟我吃1根糖葫芦有什么的？我还特意白了一眼那老头，他却突然就不说话了。陆明熙低下头准备吃，老头又冷不丁地说：2位真是郎才女貌啊，老夫看了都觉得般配，你们怎么不亲个嘴？我直接被老头给气走，剩下的糖葫芦只能自己吃了。奇怪的是，叶琳琅明明都走了，但我仍感觉如芒在背，浑身刺挠。莫非那跟踪者另有其人？我走到哪里，这目光就跟到哪里。我干脆跟陆明熙上了条小船，泛舟湖上，心想这下总跟不上了吧。望着湖景，陆明熙思绪万千，感慨道：渺渺长湖水，春来发绿波。我扒着船头半天也想不出一句诗，只能抓耳挠腮地说：确实绿啊。清纯寡妇俏书生里，陈寡妇的丈夫刚淹死，她就跟许书生一起泛舟了。船夫，没有共同语言的爱情就是一盘散沙，都不用风吹，走几步就散了。陆明熙却微微一笑：殿下看过这本书？你也看过？不才，正是在下拙作。我一下子激动起来，正想握着陆明熙的手诉说自己对作者的喜爱。船夫，呦，不就是个写黄书的？嫩爹，你一个船夫怎么话这么多？我瞪着船夫：就你会说？划你的船去！船夫低下头哐哐划船，船桨抡得跟风火轮似的，船身剧烈摇晃，我差点没站稳。陆明熙扶了我一把，我顺势往他身上一倒：陆公子，我有点头晕。船夫翻了个白眼，阴阳怪气地学我说话：陆公子，我有点头晕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指着那船夫对陆明熙说：去，给他2巴掌。船夫，你理智一点。陆明熙皱着眉上前一步：殿下与你无冤无仇，你这人也太过分了。话还没说完，他突然卡住了，直愣愣地盯着船夫的脸看。过了几秒，他突然转过来，义正辞严地说：殿下，他说的没错，您确实需要一点理智。我说我又不是武则天，我要什么理智？我不太理解，为什么陆明熙看了船夫一眼就对我态度大变？从出门到现在，我连陆明熙的手都没牵过，还被叶琳琅跟踪，被卖糖葫芦的嘲讽，连一个划船的嘴都那么贱，难道我和陆明熙真的八字不合？我扯着陆明熙的袖子坐下来，想借头晕靠在他肩上，忽然听见从船头传来一个冷冷的声音：男人不自爱，就像大白菜。陆明熙立刻坐得笔直，不给我任何可乘之机。我又不死心想去摸他的手，船夫又说：男人不检点，出门烂皮燕。陆明熙马上双手抱臂，犹如被我逼良为娼的良家妇男。我今天非要摸到他的手不可。就在这艘破船上，我追，他逃，我们都插翅难飞。不知不觉就到了船头，我握住陆明熙手的下一秒，船夫急了：手好难得，人人有责。然后就一船桨把陆明熙给捅到湖里了。惯性之下，我也差点栽到湖里，连忙在空中乱抓，匆忙地拽住了船夫的前襟。撕拉一声，船夫的衣服被我撕成2半，我摔在甲板上，抬头震惊地看着船夫里衣上的8个兜。不是我说，这8个兜怎么似曾相识啊？连位置、大小和布料都分毫不差。陆明熙好不容易从湖里爬上来，一看见那8个兜，又扑通一声跳进湖里。再一看船夫阴晴不定的脸，这不就是刚才卖糖葫芦的那个老头？不对，这明明就是赫连玉那个王八蛋。我手上还抓着破破烂烂的碎布条，暴怒道：赫连玉，你演我！赫连玉想要解释，但又不知如何开口，最后只能弱弱地说：你知道的，我从小就离开了母亲。殿内，湿淋淋的陆明熙和破破烂的赫连玉在下面跪着，皇帝和贵妃坐在上首，我站在皇帝身边默默垂泪。这是我从小就研究出来的办法，每次有人欺负我，去告状的时候，我就一指罪魁祸首，什么话都不说，2行清泪就下来了。被我指着的人被家长打了半死之后，还觉得自己真该死啊，
以后再也不敢欺负我了。除了叶琳琅，我这招一直无往不利。赫连玉此刻就很愧疚，对皇帝说：“老登，你先听姑解释。”皇帝对我娘说：“阿荣，此事必定另有隐情，要不先听听太子怎么说吧。”我娘勃然大怒，一拍桌子：“赫连登，你儿子毁了我女儿的婚事，还有什么可解释的？”赫连玉镇定道：“容姨，是这样的，姑听闻小西妹妹和陆公子去看灯会，担心陆公子欺负她，所以就一路跟在他们后面，扮成灯树、小贩、船夫。”我尖叫：“你还扮成灯树？”赫连玉：“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姑看到陆明熙竟敢和小西妹妹吃同一串糖葫芦，这正常吗？”陆明熙露出愧疚的神情：“殿下，这确实。”我一把推开他：“赫连玉，你吃我剩下的草莓屁屁和西瓜皮皮的时候，怎么不问这正不正常？”陆明熙：“这不正常。”赫连玉：“要你多嘴。”父皇，陆明熙还想趁着小西妹妹晕船之际占他便宜，罪该万死。陆明熙：“冤枉啊！臣没有。”我：“冤枉啊！根本没占到。”陆明熙和赫连玉瞬间对我怒目而视。我干咳一声：“赫连玉，你每天晚上抱着我哄我入睡，占我便宜，你也该死。”陆明熙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置信地看着赫连玉：“你们，你理智一点，姑只是抱着，什么都没做。”陆明熙理智不了，他低声念叨着“春来发绿波”，失魂落魄地走了。皇帝和我娘分别把我们叫过去质问：“你怎么什么都没做？你是不是不行？”我怎么不行？我可太好了。晚上我借着睡意把脑袋搁在他胸前，感觉到他呼吸粗重，艰难地说：“宝宝，你是一头小猪。”暧昧的气氛瞬间荡然无存。我气得往他胸口捶了一下，他心软软；踹了一脚，他溺爱。就连半夜偶尔惊醒，都能看见月光下他为我缝补衣物的温婉侧脸，令人宫寒。这时我听到另一边赫连玉大义凛然的声音：“父皇，小西是姑的妹妹，姑怎么可能对她做出如此禽兽不如的事呢？”我估计等我死了，赫连玉都开不了窍。这天晚上，赫连玉照例哄我入睡，他手上拿着陆明熙新鲜出炉的大作《绿波传之哥哥钦点宠》，神情凝重。他清朗的声音越读越严肃，我越听越不对劲。这本书的剧情是不是有点耳熟啊？女主绿波是男主的继妹，绿波天真可爱，男主却对继妹心怀鬼胎，又哄她同床共枕，甚至还在绿波的茶里下了春药。赫连玉没读完，气得一摔书，胡言乱语。陆明熙这个王八蛋，竟敢写书编排我们。是啊，什么下药？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呢？我拍拍他，递给他一盏茶，让他冷静一下。赫连玉看都没看，就一口喝了，重新拿起书，姑倒要看看他还写了什么。当然是写了一些不能出版的东西了。情节之生动，用词之火辣，竟然让赫连玉看得额角溢出热汗，俊脸泛红，呼吸急促。他拧着眉头，解开领口的第一颗扣子，问我：“小西，你有没有觉得不对劲？”确实不对劲，这药效未免也太好了。我扑上去给他继续解衣扣：“哥，你很热吗？很热就脱了吧。来，我帮你。”赫连玉下意识地按住我的手：“不行，还没读完。这破书有什么好读的？手放开，我把你腰带解了。”不行，小西会变质。赫连玉的反抗声慢慢小下去，反倒是我惊慌失措地去够那本破书。等等，书里不是这么写的，你特么倒是钦点宠吗？半梦半醒间，我突然想起赫连玉刚刚一直念叨的会变质，迷迷糊糊地问他：“你刚才说什么会变质？”赫连玉低头深深地看着我：“母爱会变质？神经病啊！”第二天起来，我浑身酸痛地起身，听见陆明熙闻讯而来，当众斥责他：“太子殿下，您怎么能对你妹妹做出如此禽兽不如之事呢？”赫连玉沉默许久，能面刺寡人之过者，拖出去斩了。皇帝听闻后，高兴地拍起了肚皮，立即给我们赐婚。我一整天的心情都是美滋滋的，谋划数月，生米煮成熟饭。赫连玉终于被我搞到手了，我也可以住在宫里，跟我娘再也不必分离。我出宫跟叶琳琅分享了这个好消息，结果一回宫，发现狗皇帝退位了，
赫连玉登基了，狗皇帝带着我娘跑去江南玩了。看着身穿8个兜的龙袍缓缓向我走来的赫连玉，我眼前一黑，用颤抖的声音问：“那个母爱还能变回来吗？”赫连玉挑眉：“你说呢？”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